三国无双一次成功的重启。虽然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好，但相信下一代在本代基础上延伸，会是一款更好玩的游戏。除非光荣下一代又开始发疯，大幅推翻乱搞，否则应该不会翻车吧。完啦！早知道不要那么早开吹，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今年让我最期待的《三国无双起源》DLC《梦幻四英杰》上市了。发售前我没少吹过《三国无双起源》，前阵子的3支影片有2支就提到这个 DLC， 结果我花了3天，一口气把4条故事线都走完，所有挑战都解完后，我觉得或许在某些角度下可以好玩，但不值得。这个起源 DLC 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了4条故事线，2把武器，3名可同行武将。但这4条故事线嘛，其实每个故事呢就有3到4个关卡。剧情部分就像我当初评《三国无双起源》本传的时候一样，只要脱离《三国演义》的范围，故事的精彩度就直线下降。如果是《三国无双》系列的老玩家，一定会记得曾经《三国无双》系列的猛将传常常被大家戏称为猛将传的年代，或者是像 Impress 一样，几件衣服拿出来就卖你贵的要命的价钱。我去5分埔买衣服都要挑2件100，你1件衣服要卖100多，难道我是在玩奇迹暖暖吗？而这次的起源 DLC 怎么说呢？东西是有一定的量，如果你非常热爱本传的游戏体验，过关之后还会反复回来这里刷刷那里刷刷，那光是这2把新武器就可以让你玩上一段时间。可是关卡过高的重复性，没有什么亮点的剧情跟演出，乏味的新游戏模式，以及高达995元台币的定价，我会说这不是一款急着第一时间入手的游戏。相对的，你可以稍微等待一下，看看之后特卖有没有机会特价来购入。也就是说，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如果你真的很急，不如就先看一下现在 Steam 褒贬不一的评价吧。梦幻四英杰里最值得的东西，绝对就是这2把新武器。首先，新增的弓很好用，外形带有近战兵刃，让人想到漫画战国里主角仙石全兵卫的武器米枪。这是一个可以在安全距离外稳稳输出，将敌方打出破绽之后直接杀进去收集的武器。由于近战攻击只能打3下后接其他动作，我一开始还用的不是很顺手，但当我用它成功单杀吕布之后，才发现这个武器的开发价值有多高。只要理解了它的操作逻辑之后，就非常好用，是我超推的一款新手武器。第2把武器为神镖，特点是可以在攻击后按按键快速拉近与敌人的距离，能够对空敌人打出华丽连段。这把属于我还不太会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难上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攻击命中后拉近跟翻滚是同一个按键，但是翻滚在这游戏里面的优先度很高，命中之后拉近的窗口期又很短，最常会发生命中后来不及按翻滚，或者太早按翻滚导致动作取消之类的事情。毕竟我也是个中年游戏玩家哦，这种要考瞬间反应的操作我真的按不太来。但无论如何，这次新增的2把武器都跟其他武器有非常大的操作差异，而且我也不反对 DLC 武器操作难度上升，毕竟会买 DLC 的通常都是本传的死忠粉，让他们多一点新的挑战可以玩也不错。另外就是原有的武器开放新的等级上限，也多一些新的武艺。而说到挑战，各位自虐狂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次的练武场。要的，是练武士的。不是这种练武场。这次的练武场提供了不少的挑战要素，有的是让你刷素材、刷武器的基本关卡，也有让各位满等大佬能够挑战自己的试炼要素。少年，你喜欢打吕布吗？那你应该不会介意我们在吕布旁边放一个能够一招秒你的貂蝉，还有一个明明应该锁血却动不动会忽然暴毙的主公吧？如果嫌这还不够刺激，我们还有来自火影村擅长影分身的朱河，以及身边带着2名舔狗的貂蝉可以让你挑战。如果你不小心死了要接关，准备看比你早0点几秒开始动作的电脑秒杀你吧！要是觉得这还不够打，我们把所有武将都放在一个挑战里面，让你慢慢车轮战，这下打爽了吧？由于 DLC 采动态难度，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全破本传的，在 DLC 可以满地捡到高级武器，让武器合成变得更简单。而另一方面，练武场也有提供刷武器的关卡，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所有武器全部都弄到99，可以在 DLC 里面轻松完成。
另外 DLC 有一个专门的梦幻之力技能版可以弄，不过需求量并不高，很容易就满了。总之就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新的挑战的话，虽然不多，但游戏的确有提供一些蛮困难的挑战在那。所以对于热爱本传的玩家 ，DLC 内容有一部分挑战应该能够满足他们。然后这次可以操作3名同行武将，分别为朱河、貂蝉以及飞卫。朱河还有一招帅到喷水的武艺，而且更赞的是你也能学会。听说原本制作人是打算全部同行武将都做大叔的，还好制作团队劝阻了他，不然我就没有机会听到朱河在我耳边说这句。谢谢朱河姐姐，我好了。最后则是动态难度，这次 DLC 采动态难度机制，玩家不管几级都可以进来轻松玩乐。动态难度这部分就可能有点双面刃，一方面动态难度代表之前刷下等级在这边全部都作废，另一方面动态难度代表还没有全破玩家可以轻松进入游戏畅玩，刷到一定强度之后再回去本传继续破关。所以这部分我其实是持平的，我不觉得动态难度是很糟糕的设计，而且即使我已经全破本传了，动态难度也让 DLC 不至于到太简单。休想得逞！不行啊！不是啊，那时候是我刚回来，操作不太熟才爆掉的。整体来说 ，DLC 还行，但是也仅止于还行。游戏最重要的关卡体验充满着被敷衍的感觉。如果你单单看数量的话，4个新势力，总共10几个关卡，2把武器，3个人物，一匹新的马，一个新的故事推进模式，一个 DLC 来讲，好像量蛮多的，对吧？然而实际上，这4个新势力剧情都敷衍至极。我不是说剧情合理性的问题哦，之前在对本传的评论影片我就说过，制作团队的剧情只要脱离了演绎，就很容易一坨。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讨论为什么4条路线人均无传，或者张角把朝廷军打一顿之后就解散军队，会不会让当初领兵的那些黄金党下场更惨之类的？因为他们就没有要写那么复杂的剧情，他们做的是一种少年国战漫画式的叙事风格。什么意思？就是细看在政治跟人性上有点太单薄或逻辑矛盾，但是用热血剧情跟个性鲜明的人物来填补故事的空白。类似的作品，比如说像《王者天下》《海贼王》《火影忍者》这种，你可以让他写战斗，但你让他写政治，他就会写说人就是光。但不要误会哦，我不是说这种作品不好，《王者天下》最防守战我看的也很热血沸腾。问题是DLC 的剧情描写中，其实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热血的部分，甚至连粉丝福利，比如说貂蝉后来怎么了，都没有。故事神神秘秘的给你安排一个无名武将飞卫，在前面3条线中都出现一下，好像是个剧情关键角色，结果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剧情中，他就只是充当那个有点强的敌人而已，有他没他对故事根本就没有差。其他诸如黄金线的周仓、董卓线的貂蝉、袁绍线的张合、吕布线的张辽，这些理应可以在剧情里与主公或主角展开情节的人物，最终都只沦为了了无生趣的背景板。即使是唯一一个有转折的人物周仓，他的转折也可以说是生硬至极。我们就把周仓展开来说，他第一关作为黄金的友军加入，第2关作为黄金的友军加入，第3关作为黄金的友军加入。中间剧情他都在说他很崇拜张角，然后张角也很努力振作，没有做坏事。结果在幕间的对话，他忽然就说，他的英雄不是张角了。然后第4关只是跟关羽在战场上会合，就忽然间化身关羽小迷弟，从此找到了自己的英雄。就叙事逻辑上来讲，你应该中间要有些什么剧情，让周仓觉得自己要寻找自己的英雄吧。不见得是张角做错事，有可能周仓他找到新的人生方向。但是没有，周仓跟关羽这么好吃的 CP，我是说这么好发挥的题材，你偏偏要写个逻辑超展开。而周仓这名角色已经是4个势力中唯一一个比较有在思考成长的配角了。每个势力的关卡数量很少，而且每张地图都是本传地图重新使用，甚至还有一些根本就是同一关换不同的人物。你看董卓逃出洛阳跟曹操逃出洛阳这2关有什么不同吗？有啦。曹操逃出洛阳那关不但有吕布在后面追你，有探索密道，有拯救被囚禁的汉室忠臣。那董卓呢？我们有马腾跟张辽救援，还有地图上所有敌人都会朝你冲过来的设定。
这就是本作地图设计上最大的问题，几乎每关的事件都只有谁谁谁开始进军，一坨打来打去，真的人均无赚而且是虎牢关后的那种无赚。我感觉自己不像在打三国无双，比较像在打三国无双 Empires。哦，不对 ，Empires 里面的敌将至少还会自己分兵去打不同的据点，拉扯过程比大家挤在一起互殴有趣多了。事实上 ，DLC 的剧情除了剧情逻辑差、情节单薄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表现力很差劲，沦为日本漫画刻板印象那种我站着说我理念的说教型剧本。那我是不是觉得整个《三国无双起源》的故事一无是处呢？并不是，其实制作团队做过一个很经典的战役，那就是长坂之战。长坂之战首先战前气氛营造很好，曹军大举入侵，百姓流离失所。刘备在这边贡献了我认为是整个《三国无双起源》里个人最喜欢的台词。若携带荆州百姓同行，势必将拖慢行军的速度。主公应告诫他们，莫要轻举妄动。想必纵使曹操军，也不会滥杀无辜，为难手无寸铁的百姓。孔明，你曾说为天下三分之大计，必须夺下荆州，是吧？不错。主公这是？我如今已得到荆州，你却为何要我弃荆州而去呢？属下浅虑了。所谓国家，并非仅限于领土，最为重要的其实是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主公说已获得荆州，此言千真万确。那么，请让我倾尽所学，排除万难，从这里开始，徐图描绘出主公您的天下。还望诸位理解，我想要带上这些百姓同行，这便是我的愿望。其次，这关选择与张飞或赵云出击，会有不同的登场动画。赵云会从救到阿斗之后开始打起，张飞则是从镇守长板桥开始。接下来，无论玩家是跟谁一起出击，在终于击退了敌人护送刘备撤退之后，曹操军的前锋追了上来。而此时，乐英跟孔明登场，靠着孔明的计略，乐英留下拖延敌军前进。玩家可以从逃离百姓的口中得知山中有密道存在，让玩家可以更快速的支援队友，影响战场。而当一切好不容易尘埃落定后，接着白鸾出现，强迫你跟他1对1单挑。在打赢这场小 BOSS 战之后，玩家才终于护卫刘备逃出升天。整体的剧情打下来一气呵成，不但每个人物各显自己的智勇，刘备本人保护百姓的理念也以行动展现，各种过场动画调动气氛，最后还让玩家来场经典的单挑战，打完时候忍不住说句爽。而且不只是玩家，每个登场角色存在感都很重，这才是有意义的登场。这很难吗？其实不难。以前三国无双3到6代几乎每个重要战场的动画都做得很丰富。然而相对的，这次 DLC 里面大部分关场登场的人物都没有什么发挥。张角军的最后一关打完，更是让我觉得啊，没了。我自己的感受啦，瞎猜一下，我觉得其实原本团队应该只想做张角线，因为张角线的4关打完，刚好是到张角重新站稳脚步，接下来才是要想办法收拢残兵，改善大家对黄巾贼的坏印象，再往下打个10几关，直到张角找到生存的意义，或者黄海市。剧情才会完整。可是可能是制作到一半，开发方向有变，改成要一次把4个前期势力的剧情都做完，所以强迫张角在那边直接收掉故事，硬做一个快速结尾。不然实在很难想象，身为一个势力章节的最后一关，没有赤壁之战的大场面就算了，战斗也只是打打董卓就结束了。吕布嘞，好歹放个吕布当关底 BOSS 吧。然后如果你期待有什么分支剧情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
虽然结局会给你选项，但差别只在于对话些微不同。实际上，每个人物的结局都是固定的。而打完之后，如果你想要解挑战或者再看一次那段剧情的话，抱歉，你得把整个关卡从头再打一次，顺便还要经历那无聊的军略模式。对，这代新增的军略模式超级无聊，完全是拖时间用，还不如直接把关卡做成线性流程，一场接一场。就好像公司高层在开会，员工说：“老板，我们游戏关卡有点上次怎么办啊？”老板说：“我们这次游戏主题不是梦境吗？那就把你们上次玩到睡着那个模式导进去吧。”这个模式完全是一个极致的舒眠体验。作为一名战棋游戏与即时战略游戏的爱好者，刚看到有军略模式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小期待的。虽然我知道无双游戏做战棋本质上就互相冲突的，但那可是做过《三国志孔明传》《三国志曹操传》《圣火降魔录》《风花雪月》跟一堆三国游戏的光荣他在无双中加入战棋模式，能出什么问题呢？结果就出问题了。这个军略模式第一眼好像还有模有样的，然而本质上其实就是把一些无聊的小遭遇战捆绑在里面，强迫你玩。少年，你想推进下一段剧情吗？那就请你先完成这些占领5个据点，杀光所有敌将，清光400个杂兵的无聊任务，然后终于到决战了。恭喜你，由于你努力打完了所有无聊的战斗，所以我们决定奖励你一场更无聊的战斗。进入战场打倒1名敌将，接着所有人一起冲锋打军团战，然后呢？然后就没了。什么战场事件，什么人物对话不存在。我们游戏就这样，爱玩不玩滚。对，秘策还有秘策，那个东西就像是给自行车选手交通辅助人一样，基本没有需求。在决战时，你会发现自己手上累积一堆秘策，用都用不完。你当然可以在决战的时候靠前面救下来那些队友奇袭敌军，让你能够轻松获胜。但转念一想，其实敌军也就只剩那几只小猫了，你一个人冲进去随便砍都能够打赢，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在战场上奔波，帮队友完成奇袭的前置准备呢？这个模式就是一个你打越认真，最终战体验就越差的模式。拿到骑兵突击后，你甚至可以在2-3回合内就无脑把敌军清光。那所谓的军略战略性到底在哪里呢？当然，作为 DLC 一定要提供一些新装备，所以我们除了2把新武器外，还提供了你一批永远不会落马的赤兔马。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把以前就有一样功能的明马绝影放进来，我们卖的马又不是那种萌萌的2次元美少女，是要为了一匹马的一个新功能搞一个新模型啊。所以说到这里，我想你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三国无双起源》明明卖那么好，梦幻4音节却沦落到褒贬不一的地步了。毕竟一个是以前考不及格的学生，有天忽然交出了80分的考卷，另一个是以前考80分的学生，有天勉强交出了个65分的考卷。身为亚中家长的你，肯定要严厉斥责的吧？小庄，你考这么差，怎么看隔壁10本呢？人家做成荒野，那才叫游戏嘛！整个游戏玩家数目都跟荒野一样凄凉了呢。所以还是跟之前说的一样，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关于要不要买梦幻4音节这件事情，我有个很简单的评量供你参考。首先，你是不是很爱《三国无双起源》？其次，如果你是很早买的，你这2个月有没有开过《三国无双起源》？如果以上2个答案都是对的话，那你可以买，早买早享受。如果以上2个答案有一个不对的话，那你可以晚点买，晚买享折扣。因为这个 DLC 就是地图设计敷衍，剧情单调乏味，推进方式无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玩到3名武将跟2把新武器，还有几件没人在乎的男性主角的新服装。朱和跟飞卫看起来好像是这款 DLC 的最大卖点，然而实际在游戏剧情中，这2个人是否存在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朱和主要就是在剧情中跟你聊天话家常，飞卫就比较高级的 NPC， 他们在游戏中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主动动作。什么？你说貂蝉在本传中都告白了 ，DLC 肯定会有更多罗曼史，对吧？行。他在 DLC 就是个工具人，最后一次对话就请你去救吕布，救完之后人就消失了。人家剧情中从头到尾最关心的也是吕布，而且在梦幻4音节 DLC 里面做的事情全都是梦一场，你是做梦着进去 DLC， 做梦着醒来，所以不存在逆天改命说该死的人物就是死喽。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
所以这如果是一款300块的 DLC， 我会说很划算；这如果是一款500块的 DLC， 我会说还可以。但卖到900多块，我觉得就要考虑一下你对这款游戏的爱有多深。毕竟，即使是为了蹭流量买游戏做影片的我，都觉得有点怪啦。这可是已经半款游戏的价钱啦。除非你要玩的游戏就是那种战斗爽，你可以玩一下，因为新武器的战斗一样很爽。但对我而言，一款好的 DLC 应该是让玩家能够用新的方式体验游戏，或者拓展故事、拓展世界。然而，这款《梦幻四英杰》仅仅是套用几个新人物跟几个敷衍了事的故事，把原本在 In Palace 里面只能卖几百块的小东西包装起来，用900多块卖给你。我是觉得不太值得，因为原本游戏里好玩的那些东西几乎都是本传的基础，而 DLC 新增的东西并没有为本来内容加分，反而是扣分的。那我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 DLC。甚至这样说的话，我本来就觉得本传有点赶工的痕迹。我理想中的《三国无双起源》应该是每章最后一章都有像张角那样精心设计过的 BOSS 战，然后每张地图都是有2倍长度的长板之战。就目前来说，无论是本传还是这次的 DLC《梦幻四英杰》，我的感受都是制作组本身的技术没有问题，问题是公司给予的游戏交期太短，导致本来应该可以做得很好的团队被迫要在短时间内交出半成品。起源至少还完成了80%，但梦幻四英杰完成度，我觉得只有5成以下吧。所以最终评分3星，看你。推荐给1无双起源的死忠粉丝，2想要能玩所有资源的玩家，3想要战斗爽的玩家。不推荐给1优先度没那么高的玩家，2重视剧情的玩家，3重视内容完成度的玩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离开前别忘记按赞、订阅小铃铛，多多支持我卡头小频道。我是柚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